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世界里，我们经常在深夜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窒息感，仿佛被隐形的绳索紧紧束缚。这种束缚并非来自于铁窗或锁链，而是来自于我们对未来的焦虑、对他人评价的恐惧，以及对失去现有物质生活的担忧。我们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往往是查看手机，让外界的新闻、讯息和琐事瞬间入侵我们的大脑。我们就像是被这些外部力量随意拉扯的木偶，情绪随着股市的涨跌、上司的脸色或是社交媒体上的点赞数而剧烈波动，完全丧失了内心的平静。我们总是误以为自由意味着拥有更多的财富、更高的社会地位，或是能够随心所欲地去任何地方旅行。然而，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们早在2000多年前就看穿了这种虚假的自由。他们告诉我们，如果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恐惧，那么即使你身居高位、富可敌国，你也只是一个穿着华丽长袍的奴隶。真正的奴役不是身体的不自由，而是灵魂被外界的事物所挟持。当你的快乐和悲伤都取决于那些你无法掌控的事情时，你就把通往幸福的钥匙交给了别人，让自己成为了命运的人质。让我们回想一下伟大的斯多葛导师艾比克泰德，他的一生就是对内在自由最强有力的证明。他出身卑微，曾是一名瘸腿的奴隶，身体遭受过残酷的折磨和限制，甚至连行走都充满了痛苦。但在这具受损的躯壳之内，居住着一个任何暴君都无法征服的灵魂。他曾经说过一句震撼人心的话：你可以锁住我的腿，但即使是宙斯本人也无法征服我的意志。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这是他对生命最深刻的洞察，证明了心灵的力量可以超越肉体的痛苦。艾比克泰德所指的这种不可征服的力量，在古希腊语中被称为意志抉择，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概念。意志抉择并不仅仅是我们常说的意志力，它是我们理性的核心，是我们对事物做出判断、选择回应方式的能力。它是我们灵魂中唯一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领地，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堡垒。无论外界发生什么战争、瘟疫、贫穷或羞辱，只要你不允许，就没有任何人能够闯入这个堡垒并伤害真正的你。遗憾的是，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拥有这样强大的武器。我们习惯于将自己的意志抉择拱手让人。当别人在路上超车切入你的车道时，你勃然大怒，那一刻你就把你的平静交给了那个陌生人。当同事在背后议论你时，你感到受伤和沮丧，你就把你的自我价值交给了那些闲言碎语。我们像是一个不知好歹的富翁，随意将自己最珍贵的宝石丢弃在泥泞中，然后抱怨为什么自己过得如此贫穷和痛苦，却忘了财富原本就在我们手中。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权力，但他每天都在日记中提醒自己要守护这份内在的自由。他深知，身为皇帝，他必须面对无尽的政务、背叛和战争。但他写道：任何人都无法强迫我去做违反我本性的事，也没有人能强迫我受伤，除非我自己认为那是伤害。这就是意志抉择的精髓。外在事件本身是中性的，它们没有好坏之分。真正让我们受苦的是我们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和判断，是我们自己选择了受伤。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夺回对意志抉择的控制权，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意味着你将不再是环境的受害者，而是一个真正的主宰者。当灾难降临时，你不会惊慌失措，而是运用你的理性去审视它。当面对诱惑时，你不会盲目跟随，而是做出符合美德的选择。这种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它不需要你改变外界的任何一草一木，只需要你改变看待世界的眼光。这就是斯多葛哲学送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但是，要锻炼这种强大的心灵肌肉，并非易事。它需要我们时刻保持警觉，需要我们在每一个当下都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深入剖析如何具体运用意志抉择来重塑我们的人生。我们将不再沉溺于理论的探讨，而是要把这种哲学转化为手中的利剑，斩断那些捆绑我们的焦虑与恐惧。这是一场夺回灵魂主权的战争，而你已经具备了赢得这场战争所需的一切潜能。
我们常常害怕失去工作，害怕生病，害怕孤独。但斯多葛学派告诉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是失去了我们的高贵品格和正确的判断力。因为工作可以再找，健康可以管理，但如果你的意志抉择被腐蚀了，你就失去了一个人最本质的尊严。在这个充满噪音的时代，守护你的意志抉择就是守护你身为人的底线。这是一种无人能夺走的权利，除非你自己选择放弃它。现在，请你深吸一口气，暂时放下手中的烦恼，准备好进入这场心灵的深度探索。我们将一步步拆解如何建立坚不可摧的内在堡垒，学会像艾比克泰德那样，在受限的躯体中活出无限的自由，像马可奥里略那样，在混乱的世界中保持绝对的宁静。这不仅仅是一次哲学的学习，这是一次生命的觉醒。让我们一起开始这段旅程，找回那个原本就自由、强大且不可战胜的自己。要真正掌握意志抉择的力量，我们必须首先学会使用斯多葛哲学中最基础也最锋利的手术刀——控制二分法。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概念，而是一种生存策略，要求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时，都要冷静地问自己：这是在我的控制范围内，还是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外？艾比克泰德在他的手册开篇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意见、欲望、厌恶以及我们的行动意图，这些是我们能控制的，而我们的身体、财产、名声和地位，这些则是我们无法完全控制的。痛苦的根源往往就在于我们试图去控制那些本不属于我们掌控的事物，这是一种违反自然法则的傲慢。我们常常陷入一种错觉，以为只要我们足够努力，就能掌控别人的看法，或确保事情的结果如我们所愿。然而，现实是残酷而诚实的。你可能拼尽全力准备一场演讲，但听众是否喜欢并不由你决定。你可能一生行善积德，但这并不能保证你不会遭遇恶人的诽谤。当我们把意志抉择的锚点抛向那些变幻莫测的外部事物时，我们就注定会在惊涛骇浪中晕头转向。斯多葛学派教导我们，唯一的安全港湾在于我们的意愿。只要你的意愿是善良的、理性的，那么无论结果如何，你都已经获得了胜利，因为你守住了自己能控制的部分。想象一下，你是一位身处竞技场的射箭手，你的姿势、你拉弓的力度、你瞄准的专注度，这些完全属于你的意志抉择，是你必须全力以赴去完善的。但是，一旦箭矢离弦，它是否能射中红心，就会受到风向、目标移动，甚至弓箭本身材质的影响。这些就不再是你所能掌控的了。一个拥有强大内在自由的人，会专注于射箭这个过程的完美，而对于中靶这个结果保持一种超然的淡漠。如果中了，他心怀感激；如果没中，他也不会因此否定自己的价值，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尽了人事。这种将过程与结果剥离的智慧，正是现代人治疗焦虑的一剂良药。在职场上，我们焦虑往往不是因为工作本身，而是因为担心老板的评价或晋升的机会。如果你能运用控制二分法，你就会明白，你的职业素养、你的勤奋、你的诚实，这些是你的领地，而老板的心情、公司的决策、市场的变动，这些是外部的变量。当你收回那些伸向外部抓取认同的手，转而向内耕耘自己的品格时，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这就是意志抉择带来的解放，它让你从结果的奴隶变成了行为的主人。然而，仅仅区分控制权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学会应对大脑中源源不断产生的印象。每当外界发生一件事，我们的大脑会立刻生成一个初步的印象，比如这是一场灾难，或这是一次羞辱。艾比克泰德警告我们，不要被这些初步印象所欺骗，不要在第一时间就对他们点头同意。意志抉择的另一个关键功能就是同意的纪律，它要求我们在刺激和回应之间建立一个神圣的暂停区，像一个严格的守门人一样，审查每一个试图进入心灵堡垒的念头。这就像是在你的心灵门口设立了一个哨卡，每当恐惧或愤怒的情绪试图闯入时，你都要拦住它，对它说：停下来，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你只是一个印象，绝非事物本身。
举个例子，当有人在公共场合辱骂你时，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愤怒，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但如果你运用意志抉择进行暂停，你会发现辱骂只是空气中的声波震动，它本身没有伤害力。真正让你受伤的是你大脑中“我被侮辱了”这个判断。如果你拒绝同意这个判断，那个辱骂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噪音，根本无法触及你的灵魂。塞内卡曾深刻地指出，愤怒并非一种不可控制的反射，而是一种我们主动选择的错误判断。当我们发火时，是因为我们错误地认为世界应该按我们的意愿运转，或者认为别人应该对我们有礼貌。意志抉择提醒我们，这种应该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的执念。世界按照他自己的逻辑运行，别人的行为是他们品格的反应，与你无关。通过理性的过滤，我们可以把愤怒转化为怜悯，怜悯那些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人，而不是加入他们的混乱之中。为了锻炼这种能力，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微观的练习。当你遇到交通堵塞时，与其在车里咒骂，不如练习告诉自己，这只是车辆增多导致的物理现象，它并没有针对我。当你的咖啡不小心洒在衣服上时，不要惊呼倒霉透顶，而是冷静地说，这是一件需要清洗的衣服，仅此而已。通过一次次拒绝赋予负面事件灾难性的标签，你就在一点点加固你的意志抉择，让你的内心变得坚硬如铁，任何意外都无法在上面留下划痕。这种练习在初期会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的旧习惯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试图夺回控制权。你会发现自己还是会忍不住生气、焦虑，这很正常。斯多葛哲学不是要求你变成没有感情的石头，而是要求你在情绪涌起之后能够迅速用理性接管局面，不要因为自己的失败而气馁。每一次当你意识到自己正在失去理智并试图拉回来的时刻，就是你的意志抉择正在变强的时刻。这是一场与本能的持续搏斗，而战利品就是你心灵的绝对自主权。我们必须明白，外在的事物本质上是无关紧要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关心生活，而是意味着这些事物不能决定我们的幸福或不幸。健康是好的，财富是方便的，但它们不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因为一个生病或贫穷的人依然可以拥有高尚的意志抉择，依然可以活得有尊严。相反，一个身体健康、家财万贯却心胸狭隘、被欲望驱使的人，其实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乞丐。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再为了追求那些身外之物而牺牲自己的原则。当你开始用这种眼光看世界，你会发现周围的人都在为了一些虚幻的影子而奔波劳碌，互相争斗。他们为了得到上司的一句夸奖而卑躬屈膝，为了在社交网络上展示完美生活而负债累累。你看着他们，心中不会有羡慕，只会有深深的同情，因为你看到了他们脖子上那条看不见的锁链。而你拥有意志抉择的你，虽然可能穿着朴素，过着简单的生活，但你的灵魂是自由翱翔的雄鹰，没有任何笼子可以关注你。这种自由还体现在我们对待失去的态度上。既然外在之物不属于我们，那么他们的离去也就不是失去，而是归还。当你的爱人离开，当你的财富缩水，斯多葛哲学教导我们说，我归还了他。这不是自欺欺人，这是一种对宇宙秩序的深刻顺从。你的意志抉择接受了无常，并选择了不与现实对抗。在这种顺从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因为当你不再害怕失去任何东西时，你就真的无敌了。在接下来的旅程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如何将这种内在的防御机制转化为积极的行动力量。意志抉择不仅仅是防守的盾牌，它更是进攻的长矛。它不仅能让我们免受伤害，还能驱动我们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中去履行我们的职责，去爱我们的命运，去成为那个我们注定要成为的人。记住，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在为你的灵魂投票，是在塑造你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让我们暂停片刻，反思一下你的生活中有哪些事情是你一直在试图控制却徒劳无功的。是孩子的成绩，是伴侣的习惯，还是过去的遗憾？现在试着用意志抉择的利剑将它们斩断，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的领地。感受那一瞬间释放出来的能量，那将是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动力。这不是逃避，
这是最高级的智慧，是把有限的生命能量集中在最关键的地方。你自己准备好了吗？我们已经清理了心灵战场上的杂草，划定了我们的防线。接下来，我们要学习如何在更复杂的现代社会场景中，运用这股力量去面对更深层次的挑战，甚至将逆境转化为我们成长的燃料。斯多葛的智慧之火已经点燃，让我们继续添柴加火，让这光芒照亮我们灵魂的每一个角落。如果说控制二分法是我们防御的盾牌，那么意志抉择的高阶应用就是我们进攻的武器。它拥有一种近乎炼金术般的魔力，能够将生活中的铅块转化为黄金。马可·奥里略曾经用一个极其生动的比喻来描述这种力量：内心强大的人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当你把树枝、浅草甚至是秽物扔进火里时，火焰不会被这些东西压垮或污染，相反，它会迅速吞噬它们，将它们同化为自己的一部分，并因此燃烧得更加猛烈。对于拥有强大意志抉择的人来说，这世上没有所谓的坏事，只有锻炼品格的燃料。在现代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突如其来的打击，公司裁员、投资失败，或是伴侣的背叛。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些都是毁灭性的灾难，足以让人一蹶不振。但对于斯多葛主义者而言，这正是意志抉择大显身手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被动的忍受痛苦，我们是主动的利用痛苦。失业不再是羞耻，而是一个练习勇气、重新评估职业生涯甚至创业的契机。背叛不再仅仅是心碎，而是一个练习宽恕、学习独立并重新定义爱的机会。意志抉择赋予了我们重新叙述生命故事的权利，让我们从受害者转变为英雄。这种转变的核心技术在于斯多葛学派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保留条款。当我们运用意志抉择去规划未来时，我们从不说我明天一定要完成这项工作，而是说如果命运允许，我明天将完成这项工作。这看似微小的语义差别，实则隐藏着巨大的智慧。前者是对未来的狂妄压注，一旦发生意外，我们就会感到挫败；后者则是谦卑地承认变数的存在。当我们加上如果命运允许这个前提时，我们就已经预先接受了失败的可能性。这样一来，无论结果如何，我们的意志都不会受到惊吓或挫伤。让我们看看这个概念如何应用于当今最让人焦虑的领域——社交媒体。我们每天都在数字世界里寻求关注，我们的意志抉择被点赞数、评论和转发量撕得粉碎。我们看到别人展示的完美生活，就感到深深的自卑和匮乏。但如果你运用保留条款和内在转化，你会意识到，社交媒体只是一个展示的平台，它不是现实，更不是你价值的裁判。当你发布内容时，你的目标不是获得1000个赞，而是真诚地分享我的想法。前者取决于算法和他人，后者取决于你。一旦你把目标转移到自己能控制的真诚上，你就切断了焦虑的根源。此外，意志抉择还能帮助我们应对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的人际冲突。想象一下，你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位极其苛刻、无理取闹的主管，你的本能反应可能是怨恨、投诉或是消极怠工，这只会让你的处境更糟，心灵更痛苦。试着转换视角，把这位主管看作是命运派来免费陪练的摔跤手。正如艾比克泰德所说，困难的环境显示了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这位主管的存在不是为了折磨你，而是为了测试你的耐心，磨练你的外交手腕，强化你的情绪控制力。当你用这种心态去面对他时，你甚至会对他产生一种奇怪的感激，因为他在不知不觉中帮助你成为了一个更强大的人。这种思维方式将引领我们走向命运之爱的境界。这不仅仅是接受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而是热爱它。如果你遭遇了交通堵塞而错过了重要会议，与其愤怒地敲打方向盘，不如利用这段时间听一本有声书，或者享受难得的独处时光。你的意志抉择选择了拥抱现状，而不是与现实搏斗。你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正是我需要的。这种对当下的绝对肯定，能够瞬间消除所有的心理摩擦，让你与宇宙的节奏重新同步。你会发现，当你不再与生活对抗时，生活也开始温柔地对待你。然而，
要维持这种高强度的意志抉择，我们必须警惕惯性的腐蚀。现代生活的舒适和便利是意志抉择最大的敌人。我们习惯了点一下按钮就有外卖，习惯了遇到问题就 Google。这种便利性让我们的心灵肌肉逐渐萎缩，我们变得无法忍受一点点的不便和延迟。因此，斯多葛学派建议我们进行主动的不适练习，比如故意洗冷水澡，故意禁食一天，或者故意穿着朴素的衣服去高档场所。这些练习不是为了自虐，而是为了向你的身体和神经系统证明，即使没有舒适，我依然能活得很好，我的意志抉择依然由我掌控。通过这些微小的日常胜利，我们在积累一种无形的自信。这种自信不是建立在银行存款或职位头衔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心灵力量的确信上。你知道，即使明天股市崩盘，你失去了一切身外之物，你也绝不会崩溃，因为你的快乐源泉，你的理性选择能力是随身携带的。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比阿斯在逃离被敌人攻陷的家园时，两手空空却泰然自若地说，我的一切都随我而去。他指的正是他的智慧和品格，这是任何强盗都抢不走的财富。我们还必须学会用意志抉择去过滤这个时代过剩的资讯。新闻媒体为了流量不断贩卖恐惧和愤怒，广告商为了销量不断制造焦虑和匮乏感。如果我们不加以选择，这些垃圾资讯就会像病毒一样入侵我们的意志抉择，让我们变得偏激、恐慌和贪婪。你需要建立一个心灵的过滤网，在点开每一条新闻、每一个视频之前，问自己，这对我的品格有帮助吗？这与我的道德目标有关吗？如果是无用的噪音，请毫不犹豫地将其屏蔽。保护你的注意力，就是保护你意志的纯洁性。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感到孤独，因为当你开始拒绝参与群体的狂欢，拒绝随波逐流的抱怨，拒绝被消费主义洗脑时，你会显得格格不入。周围的人可能会觉得你变得冷漠，变得奇怪。但请记住，这是觉醒的代价。你正在从一个无意识的梦游者变成一个清醒的观察者。你的冷漠是对琐事的冷漠，是为了对真正重要的事情。你的美德，你的职责，你的爱，保持最炽热的激情。你正在构建一座内在的城堡，这座城堡的大门永远向真理敞开，却对愚昧紧闭。我们还要明白，意志抉择是一种当下的力量。很多人痛苦是因为活在过去的悔恨或未来的担忧中，但你的意志只能在此时此刻发挥作用。你无法改变昨天的错误，也无法预知明天的遭遇。你唯一能控制的就是现在这一秒钟你如何回应。当你把所有的精力都聚焦在当下的选择时，你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专注和宁静。过去和未来都是沉重的包袱，放下它们，你才能轻装上阵，灵活地应对生活的每一次出招。这种专注于当下的能力，还能极大地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当你在陪伴家人时，你的意志抉择选择完全投入，而不是一边吃饭一边滑手机。当你在处理棘手的工作时，你的意志抉择选择专注解决问题，而不是抱怨任务的艰难。这种正念其实就是斯多葛哲学的实践版，它让你重新找回了生活的质感，让你不再是匆匆忙忙的过客，而是生命的深度体验者。每一刻都因为你的全情投入而变得神圣且充满意义。随着你对意志抉择的运用越来越熟练，你会发现自己对他人的评判也变少了。以前你看到别人做蠢事会生气，现在你会意识到那是因为他们的意志抉择被错误的判断蒙蔽了，他们也是受害者。这种认知会生发出一种深刻的慈悲，你不再想着去纠正世界，而是专注于做好自己的榜样。正如马可·奥里略所提醒的，不要再讨论一个好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去成为那个人。你的行为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辩词，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混乱世界的一种秩序整顿。现在我们已经装备了将逆境转化为优势的炼金术，学会了用保留条款来缓冲失望，用主动不适来强化意志。我们的内在自由已经初具规模，不再是随风飘摇的芦苇，而是扎根深处的橡树。但在这段旅程的最后，
我们必须面对斯多葛哲学中最严肃也最宏大的课题——死亡。这不是为了吓唬我们，而是为了给我们的意志抉择进行最后的淬火。只有当我们能够直视生命的终点时，我们的自由才算真正完整。准备好迈向这最后的高峰了吗？在最后的章节中，我们将把目光从地面抬向星空，从琐碎的日常转向永恒的宇宙。我们将学习如何用死亡的视角来审视今天的一切烦恼，让所有的恐惧在浩瀚的时间长河中烟消云散。这将是我们获得终极自由的关键一步，一个让你彻底无所畏惧的思维升华。请深呼吸，让我们一起走完这条通往心灵解放的最后一里路。这种宏观的视野还能帮助我们消除对他人的怨恨。当你从高空俯瞰，人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有机体中的细胞，我们彼此相连，共同呼吸。伤害别人，本质上就是在伤害自己，因为你破坏了整体的和谐。一个拥有健康意志抉择的人，会自然地生发出一种世界主义的情怀。他知道，那个冒犯他的人，只是因为无知而迷失了方向，就像是一个生病的细胞。你的回应不应该是报复，而应该是疗愈，或者至少是包容。这种包容不是软弱，而是源于对人性深刻理解后的强大悲悯。接着，我们必须面对斯多葛哲学中最为核心也最常被误解的练习——时刻铭记死亡。在现代社会，死亡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我们用尽一切娱乐和医疗手段试图遗忘它。但在斯多葛学派看来，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的度量衡。如果你以为自己还有无限的时间，你的意志抉择就会变得懒惰、拖延、随波逐流。你会把重要的事情推到明天，你会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与人争吵。但如果死神现在就站在你的身后，轻拍你的肩膀，告诉你这是你的最后一天，你还会把时间浪费在刷手机或生闷气上吗？当我们学会了运用意志抉择，在日常生活中披荆斩棘之后，斯多葛哲学邀请我们进行一次视角的终极跃迁——高空视角。请闭上眼睛，想象你的意识脱离了躯体，缓缓升空，穿过屋顶，越过城市，直到你看见整个地球像一颗蓝色的弹珠悬浮在浩瀚的宇宙中。在这个宏大的尺度下，看看你刚才还在纠结的那些烦恼，那个粗鲁的同事，那笔损失的金钱，那个没得到的赞赏，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变得像蚂蚁争夺面包屑一样渺小和荒谬。这种视角的转换并不是要让你觉得人生无意义，而是要让你明白，相对于永恒的宇宙，我们个体的遭遇是多么微不足道，从而将你的意志抉择从琐事的泥沼中解放出来。在这个宇宙的尺度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短暂的过客，我们的生命就像是夜空中划过的一道微弱火花。马可·奥里略经常在星空下沉思，提醒自己，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马夫在死后都去往了同一个地方。无论你在世时拥有多少权力、财富或名声，在宇宙的时间长河里，这一切都将瞬间化为尘土。唯一真正属于你的，唯一能够跨越时间留下痕迹的，只有你此刻灵魂的品质，也就是你的意志抉择是否保持了正直和理性。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停止为了那些转瞬即逝的虚荣而出卖自己永恒的灵魂。这种宏观的视野还能帮助我们消除对他人的怨恨。当你从高空俯瞰，人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有机体中的细胞，我们彼此相连，共同呼吸。伤害别人，本质上就是在伤害自己，因为你破坏了整体的和谐。一个拥有健康意志抉择的人，会自然地生发出一种世界主义的情怀。他知道，那个冒犯他的人，只是因为无知而迷失了方向，就像是一个生病的细胞。你的回应不应该是报复，而应该是疗愈，或者至少是包容。这种包容不是软弱，而是源于对人性深刻理解后的强大悲悯。接着，我们必须面对斯多葛哲学中最为核心也最常被误解的练习——时刻铭记死亡。在现代社会，死亡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我们用尽一切娱乐和医疗手段试图遗忘它。但在斯多葛学派看来，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的度量衡。如果你以为自己还有无限的时间，
你的意志抉择就会变得懒惰、拖延、随波逐流。你会把重要的事情推到明天，你会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与人争吵。但如果死神现在就站在你的身后，轻拍你的肩膀，告诉你这是你的最后一天，你还会把时间浪费在刷手机或生闷气上吗？死亡是清醒剂，它能瞬间剥离掉生活中所有不重要的装饰，只留下最本质的东西。当你直面死亡时，所有的恐惧都会烟消云散，你不会再害怕丢脸，因为死人不在乎面子；你不会再害怕贫穷，因为裹尸布上没有口袋。这时，你的意志抉择会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纯粹状态，你会迫切地想要去爱你该爱的人，去做你该做的事，去说出你藏在心底的真话。时刻铭记，死亡不是为了让你感到恐慌或抑郁，而是为了点燃你对生命的热情，让你把每一天都当作是额外的奖赏，活得淋漓尽致。塞内卡曾说，我们并不是拥有的时间太少，而是我们浪费的时间太多。我们像挥霍无度的败家子一样，把最宝贵的生命货币撒在无意义的焦虑、愤怒和娱乐上。运用意志抉择意味着我们要开始像守财奴一样珍惜我们的时间，我们要学会对那些试图窃取我们时间的人和事说不。这是一种神圣的自私，因为只有当你照顾好自己的灵魂，你才有能力去为这个世界做出真正的贡献。每一次你拒绝无效社交，每一次你关掉嘈杂的电视，你都是在为自己的生命赢得尊严。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收回到此时此刻。你已经拥有了一套完整的斯多葛心灵武器库，你知道了自由不在于外在，而在于你的意志抉择。你学会了用控制二分法划定界限，你懂得了用保留条款和主动不适来转化逆境，你也明白了如何在死亡的凝视下活出真实的自我。这不再仅仅是一些哲学理论，这是一套生存的操作系统，足以应对现代社会任何形式的挑战。从今天起，你不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受害者，你是一位手握灵魂权杖的君王。但是，知识如果不转化为行动，就只是大脑中的赘肉。斯多葛哲学不是一种用来在晚宴上炫耀的谈资，它是一种必须在战壕中实践的武艺。你不需要去深山老林里修行，你的修行场所就在拥挤的地铁里，在充满压力的办公室里，在与家人相处的客厅里。每一次当你感到愤怒却选择冷静，每一次当你感到恐惧却选择行动，每一次当你面对诱惑却选择节制，你都在强化你的意志抉择，你都在向着那个理想的圣贤境界迈进一步。这条道路注定是孤独且艰难的，你会遭遇失败，你会在某些时刻重新跌回旧有的情绪模式中，这没关系。马可·奥里略也曾在日记中无数次责备自己做得不够好。关键不在于永不跌倒，而在于跌倒后能迅速站起来，重新校准你的意志抉择。不要苛求完美，要追求进步。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的你多了一分觉察，多了一分自制，那就是伟大的胜利。请对自己保持耐心，灵魂的重塑需要时间，就像大理石雕像需要千万次的凿刻才能显现出神性。我们所追求的这种自由，是世界上任何暴君、任何灾难、任何贫困都无法剥夺的。正如艾比克泰德所展示的，即使身体被锁链束缚，心灵依然可以与神同游。这是一种内在的无敌状态。当你不再把幸福寄托在身外之物上时，你就切断了命运能够伤害你的所有路径。你就像一个坚固的方阵，无论攻击来自何方，都无法攻破你的防线。这就是意志抉择赐予我们的终极礼物，一种深深扎根于现实之中，却又超然于世俗之上的宁静。在这段旅程即将结束之际，我想邀请你进行一个小小的仪式。今晚睡觉前，不要带着手机上床，而是拿出一支笔和一个本子，进行斯多葛派的晚间反思。问自己3个问题：我今天哪里做错了？我今天哪里做对了？明天我可以如何做得更好？这简单的5分钟将是你一天中最神圣的时刻，是你与自己灵魂对话的机会。通过日复一日的审视，你将亲眼见证自己意志抉择的成长。你会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难以被激怒，越来越接近那个理想中的自己。不要小看这种微小的改变，
当一个人的内心变得有序，他的周围也会变得有序。你的冷静会感染你的家人，你的正直会影响你的同事。在这个充满混乱和焦虑的时代，成为一个拥有强大意志抉择的人，本身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你将成为暴风雨中的灯塔，不仅照亮自己的路，也为迷失的人们提供方向。这是一种无声的领导力，是一种通过存在本身所散发出来的力量。记住，真正的哲学不是写在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刻在灵魂上的痕迹。当你关掉这个视频，回归到现实的喧嚣中时，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或许下一秒你就会遇到让你心烦意乱的事情，那正是命运为你准备的考题。请在那一刻深吸一口气，唤醒你内心的守门人，微笑着对那个考验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我拥有意志抉择。这是一种没有人能从你身上夺走的财富，哪怕你失去了一切，这份自由依然属于你。它是你身为人类的最后堡垒，是你尊严的底线。守护好它，就像守护眼中的瞳孔一样，因为失去了它，你就只是一具行尸走肉；而拥有了它，即便身处地狱，你也能在心中建造天堂。这就是斯多葛主义的承诺，也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利。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触动了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如果您渴望在这个浮躁的世界中寻找一份坚定的力量，请在评论区留下这句话：我是我灵魂的主宰。这不仅仅是一条评论，这是您对自己立下的誓言，是您向宇宙宣告您决心夺回生活主导权的战吼。我们的斯多葛社群正在不断壮大，这里聚集着成千上万像您一样追求智慧与真理的修习者。订阅我们的频道不仅是为了观看视频，更是为了加入这个彼此支持的兄弟会。在这里，我们不贩卖焦虑，我们只分享力量，我们不讨论八卦，我们只探讨真理。让我们结伴而行，在这条通往心灵自由的险峻山路上互相扶持，直至顶峰。最后，我想引用马可·奥里略的一句话作为今天的结语，希望它能成为您在黑暗时刻的指路明灯。挖掘你的内心吧，在那里有一眼善的泉水，只要你不断挖掘，它就会不断涌出。您的内心深处藏着无尽的宝藏，那是神性居住的地方。不要向外张望了，向内看，答案一直都在那里。感谢您的专注与陪伴，愿您的意志抉择坚如磐石，愿您的灵魂自由翱翔，愿我们在下一次的思想碰撞中遇见更强大的彼此。再见。